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在哪一个机场吗？我觉得这个机场小小的，可是非常的美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神户机场，这一次要来日本5天行。那我们这次安排的行程是到德岛、东京、大阪啊，大都市都去过了。我们可以稍微深入探访日本。对，大家比较不熟的一些城市，探究一下这个德岛市的风光。世界3大漩涡，第一大漩涡，詹的眼睛，大家有被吸进去的感觉。没有，这个没睡饱，没有。第二漩涡是你的头皮，那个秃头漩涡。日本卡通火影忍者的那个漩涡鸣人，它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来自于此。漩涡鸣人，对，他的名字叫漩涡鸣人吗？鸣人叫漩涡鸣人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要先到 Terminal 1这边的租车柜台租车，大家真的可以来日本自驾看看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玩的体验。交通规矩上面其实都是很守秩序的，所以其实在这边自驾，我觉得相对来讲是很安全、安心的选择。我们现在在神户空港，等一下我们会这样子开车过去，到德岛的路上呢，中間会经过这个3大漩涡涡之岛。弟弟，我们叫的车来喽。站上ですか？快乐小站ですか？来。OK， 拜stop OK。I'm Korean。扣你个大头。休息站有吃东西的地方，不奇怪吧？不奇怪。星巴克也不奇怪吧？不奇怪。休息站有摩天轮，会不会太过分啊？到底在干嘛？为什么要有一个摩天轮在休息站呢？好美的一个休息站，可以眺望无敌海景。这个小朋友已经到处跑来跑去了。其实这样风吹过来是冷的，但是阳光是大的，所以我自己体感是觉得蛮舒服的。但是你要在有阳光的地方。对，现在有点冰。我的头发都变冰了。淡路最有名的东西就是洋葱，还有淡路牛。我现在闻到很浓的洋葱味，洋葱浓汤的味道。我觉得是清脆清爽。我有点害怕的那个呛辣的洋葱味好像没有了。洋葱的呛味都已经没了啦，还是吃得到洋葱本身它的味道。它很厉害哦，它还保有脆度。我自己觉得这个洋葱是我可以接受的。在日本吃拉面也比较少洋葱那么多的拉面啦。如果大家有机会经过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点一碗洋葱拉面来试试看。尝鲜可以。你帮我说，或者是那个饭饭。没问题。真的还蛮好吃。很懂吃哎，还蛮不错的。我知道这个停车场，这个停车费一台是500块日币，桥上面欣赏我知道。我们会不会被漩涡旋进去？我真的是漩涡迷人了。你是漩涡美眉。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开过来的他们日本的国道，那这个就是名门大桥。我刚刚说名门大桥，但是日本其实是大名门桥。我觉得最可爱的是啊，我刚刚一路上经过啊，它就真的一堆指标都是这个小漩涡的图样。涡之道的入口这边我帮我整理出来，我们现在的时间是下午2点左右，大概11点到3点左右呢，都会是一个大潮的状态，所以它的漩涡应该会非常的明显。门票一个人，大人是510块。荧幕拍的也太清楚了吧？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么清楚的漩涡吗？是可以用玻璃窗来看见那个名门大漩涡。我好期待哦！你好期待有包保护下。哦，好，你怕它被漩涡卷走是吗？这个桥做这样子，这边都是透明的。其实你在这边看是非常的有临场感、高空感，而且我光是这样看，我就觉得这边的水流真的不太对劲。这里有一个透明的窗户，站上去吧。哎呦，很勇敢哦，弟弟。有一点压力。不要了。做这种透明的这种展望台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就是我们可以一边走，然后一边欣赏它这边的美景。它甚至不是透明的，它是挖空了。对，它就算不是看到那个漩涡，但是它旁边的海其实也很漂亮。看漩涡还有别种方式，就是你可以搭船离漩涡更近的地方，船下面好像可能会有透明玻璃之类的吧，是可以看到漩涡的底部的哦。大桥的正中央下面就有一个涡之道的展望室，主要是因为它的海底啊是非常的高低有差的，加上那个潮起潮落的时候，它最高的地方水流向最低的地方的时候呢，时速甚至可以达到15公里，甚至有时候潮汐真的拉到最大的时候，尊重。潮汐真的拉到最大的时候，时速是可以达到20公里的，所以它那个漩涡就会咻这样旋下去，很明显。曾经测量过有某一次出现的漩涡，它的直径达到世界最大。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，就好像说这边是一直有一个涡这样旋着的，不是这个概念，它是随机出现，它打地鼠一样。漩涡啪，漩涡啪。你怎么自己跑到这边了？它现在都会自己 Q 自己耶。看爸爸，3、2、1。整体而言，这地方是我推的地方难得啦。毕竟你在其他地方不会有这样的桥啊，或者是这样的
天然地形可以让你去观察漩涡，去找漩涡。下次会想要搭船呢。我知道，好玩。大约开了1个半小时的车程，我们来到了 Cottage Liberty。我们今天会在这边待1个晚上。它园区里面就是3栋这样子的小木屋，我们今天住的是 B 栋。Hello， 打扰喽。这门口一进来这边呢，地板上是放鞋的地方，它整个垫高起来，整间都是很香很香的木头味。很大的客厅区，然后还有沙发，整个房间的色调就是这样子温暖的黄光，很简单的台灯就会显得整个空间很漂亮。看过去外面，如果天气好再亮一点的话，那一片就是海，这边就是被树林围起来的感觉，隐秘度很好，可是你也同时可以看到辽阔视野的地方。我刚才也是我觉得那个厕所很干净。好，知道了，谢谢你的分享。洗澡这边也有浴缸，厨房区有一个简单的琉璃台，直接给你一个 IH 炉，抽风设备都有帮我们准备哦，冰箱、微波炉一应俱全。刚刚以为这个是一个储藏间，结果我打开发现它里面铺好榻榻米，然后3份床垫都放在这边了。它已经帮我们把暖气开好了，所以里面超级温暖。我原本还以为我们要睡在2楼哎，我以为我们是在2楼睡。2楼也是榻榻米区啦，真的可以让我们睡在2楼的，没有错哈。整体而言，这一间小木屋呢，我觉得6到8个人都没有问题，因为它不是床，它是榻榻米。对，大家一起包栋的感觉。对，会很好玩呢。Hello。开门。哦，谢谢。你也来关门。我们现在回到台湾的华山。好无聊哦。开车大约5分钟的车程，我们来到了德岛这间华山，它是吃牛排的。独栋式的，这样超级漂亮，装潢超爆美。汉堡排耶，你最爱的，这里也有这个烧肉排，还有可以自己用。你看，你有发现吗？它这个是自己用石头，然后来去涮。哦，它有一块热石头，当地产的牛肉就称为阿婆牛。人气 No.1 套餐，大约就是台币1000块。儿童餐蛋包饭、汉堡排，然后炸虾，大约是260块台币。你听得懂吗？瞎点头。它非常的好吃，很夸张的这种程度。好久没看到你下厨了，对你真的是标准好低哦，这样就叫做下厨。我的汉堡排，我上面有加一颗 cheese。我这个肉汁，你看这样子，咕噜咕噜的流下来，然后底部都是那个油脂，很香。牛非常适合小朋友吃，非常软，我觉得很强，它吃下去不会柴，一咬它就化掉。超级软，对不对？这位先生，你偷肉哦，有一个小偷，偷肉贼，偷肉贼。弟弟刚刚吃的那一块不算小块哦，可是他一口吃下去，咬得非常的顺。这个牛排好吃吗？我喜欢吃高级牛，肉香味很够，然后那个铁板我把它切小小的，我想象中应该要好吃的汉堡排的样子。大家有来德岛自驾的话，这一间可以列为其中一间晚餐的清单之一，因为它真的蛮好吃的。太好了！牛排和汉堡排，我们2个吃完都觉得蛮满意的。我们点的那2块都很好咬，在家里吃超多的。喜欢吗？日本超市一定要这样子买很多很多。胡桃、大根 ，AKA 虫虫。哦，笋子肉面，他说我们可以这样乌龙面配这个汤。明天见喽，晚安。大家早安。谢谢心情好棒。真的哦，你有睡饱了是吗？我也睡得超级饱。早餐居然帮我们准备乌龙面，太幸福了吧！太棒了，妈妈。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做的小木屋，是不是非常的可爱？这感觉很像是在台湾山上包栋的地方，没想到日本也有。昨天睡的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好，这间我觉得蛮推的，而且甚至我觉得可以再多住几天。我觉得1天太少了。超级可爱的包栋小木屋，拜拜喽！开了半个小时左右呢，抵达的是海龟博物馆 ，Sea Turtle 哦，专门看海龟的。大滨海岸，海龟会在这边产卵，超特别的吧？大人是1000块钱，学生的话是300、500，看他的年纪。地板上就有画这个指示线，一路从这个恐龙，然后演化到还是有点像恐龙的海龟，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海龟。Hello， 小海龟，哇，它还好小一只哦。南方澳洲的蛇颈龟，好像蛇哦，真的好像哦。哇塞，怎么会有这么长得这么特别的海龟？超近耶！超级近的 ，Hello。不一样的海龟的品种爬在上面，每一个地方都是有 QR code 可以去看讲解的哟。看什么？看什么？什么？你这是忍者龟吧？可以背耶，你要背吗，弟弟？
我好了，这个就我的乌龟。我们来扫描你的乌龟，来了，开始。弟弟，你看你的乌龟，这是一面互动墙，我觉得很可爱，小朋友都会围在这边。弟弟，这是你的乌龟吧？你要打海鸥，海鸥会吃掉你的乌龟，还有鱼，还有鱼，弟弟快点啊！我喜欢乌龟。我以为这个不会被吃掉，结果一个海鸥把它吃掉，然后一个鲨鱼又把它吃掉。这个海龟博物馆非常适合带小朋友来，因为它就是一个互动性很强的地方。你除了可以看到海龟，了解海龟的生长史之外呢，还可以带小朋友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画画啊，然后把你画好的海龟全部把它投影到这个荧幕上面啊，是有可能会被吃掉了。如果被吃掉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教小朋友。那这个海龟呢，这就是物竞天择，所以我们在大自然看到海龟的话，我们要特别的保护它们，因为它们可以长那么大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快点，快点走，快点，把网子弄掉！成功了，你们让海龟活下来了。啊，它知道了，谢谢弟弟。不要急。这里有一个，里面养很多的小丑鱼。小丑鱼和海豚一直说话，冷又不要抓到关键字了。这是什么？乌龟冰淇淋吗？小心哦。乌龟没有头。整体的自然氛围是非常够的，这样它这个采光，感觉整个海滩都是一个博物馆的一部分，不只是一个人造的博物馆，而是这个自然区有互利共生的感觉。来德岛之家这边可以安排一个早上左右，因为在里面的小朋友也会有一个地方互动的蛮开心的，还蛮好玩的，蛮可爱的。博物馆附近刚刚有个祭典，超级有日本当地的那种 local 的 feel。租这个位置可以让你去烤肉的哦，烤这个龙虾，还有鸡翅，还有饭团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还是我们在这边吃啊？我们现场看到有人要买龙虾回家，现捞的红虾，这个要做沙西米的。これ7000円ね。7000円。3只龙虾7千元日币。7千元。每一桌都一定有烤龙虾很便宜，这不能不烤啊。中餐我们今天要吃的是这个阿波尾鸡中华 soba， 它其实就是拉面嘛。你真的很特别，怎么会有人点生姜啊？很特别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也觉得很特别。生姜拉面，鸡肉非常的香，酱油的拉面，炸的阿波尾鸡啦。这个汤很像是在喝鱼汤。烤鸡肉是一个非常香的香气，表皮上面有一点点微微的金黄而已，没有到很焦，可是就是香气很够。它好吃，肉真的好好吃哦。它的外皮炸的蛮酥的，吃起来就是有一个酥薄脆口，然后你一咬下去，啊，不要急。会跳舞，好吃到跳舞。阿松招财猫神社门口就是一只招财猫啊，自己跑到前面 Q 人家拍照，你看地板上都有这个小脚印，弟弟跟着脚印走上去，就可以走到猫咪神社了，去吧。超漂亮的。各式各样关于招财猫的商品，招财猫神社的历史。有一个人为了拯救村庄的困境，去跟一个富翁借钱，成功的就还钱了。结果没想到他那一次没有拿回借据，之后他就过世了。然后他太太去跟那个富翁要回借据的时候呢，那富翁不认，他说你没有还钱，太太就告上官府，太太就是阿松，官府又跟富翁有勾结，太太含冤而死这样子。然后他们的身边一直有一只猫咪，结果阿松过世之后，那只猫就变成了复仇之猫，就是一直不断的找上那个富翁，还有那些被勾结的官府，让他们的香火不再延续，然后断子绝孙这样子。为了纪念这个阿松不畏惧死亡、舍身取义的悲壮故事，然后就建造了这个神社。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图画来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是怎么样。像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富翁啊，你看他还有他真的不要脸。他怎么可以在那边假装没有还钱？所以像在这个神社啊，主要就是要祈求胜诉官司，就会可以抓40到1个小时。因为我们是蛮认真的在看的，然后蛮认真拍照，我觉得很好拍。而且我们也很认真的在听他的故事。如果来德岛的话，自驾可以把这个点拍进来。如果你身体有哪一个部位感到不适啊，你去摸那个包相同的部位，就可以消除病患，提高学历，百战百胜。这部分就由各位去验证了，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摸到。冬夏园现在是橘子的产季。
10月中旬到12月上旬。采橘子的园区，特别的是它的橘子皮薄，然后多汁，而且里面没有籽。一个人1000元日币，没有时间限制，橘子吃到饱，还有柿子吃到饱。那怎么办？回去可能会落腮。好吃归好吃，但是量的部分你要自己把持住。这样子的行程真的是太棒、太亲子了。最棒的是小朋友在这边真的会采得很开心，因为它的高度跟小乔里差不多，它是可以自己体验采橘子，把橘子转下来的。哦，你很标准呢。成功了吗？成功了吗？啊，成功了！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好圆润哦。太好吃了，采橘子。谁是采橘子超人？哇！没有籽的橘子我最喜欢，很好吃哎！橘子是甜的，果肉很细致，很多汁。这真的是好吃的橘子哎！我的天哪，怎么那么幸福啊？今天可以吃5颗。那你要吃几颗？好多颗。因为它真的是产量太大了，这边是很丰盛，你随便走一走，然后一吃完就想要再拔下一颗。在日本这个地方采橘的经验非常的难得特别，这个行程是必来的行程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是一定要来，示范一次怎么摘柿子。这样子转，跟橘子一样转。哎，这个颜色的柿子就够甜了哎，随便摘的都好好吃哦。一边吃橘子，一边采柿子。好幸福是整个咬下去的口感非常的多汁，我觉得柿子最怕吃到干的或是不甜的，但这边完全不会。然后它又有那个柿子的香味，无论是红柿或是橘子都可以获得极大的满足。老板有说他的柿子不是每年都有的哦，我们觉得我们算非常幸运。我也没遇过其他的朋友说，我们到哪里去采柿子吃？我们只有听到有人骂人说你只挑软柿子吃。这边我跟你讲，硬的柿子也好吃。橘子先生吗？你可以吃我我们回到了这间市区的饭店，住的房间超级大，这边一个玄关哦，娃娃车放一台在这边。出门之前呢，你可以在这边先。不用这样子吧，就看一下自己。2张单人加大床，这个肯定是可以给不止2个人睡的。这边就是给弟弟睡的。你怎么有这种想法？那另外一张床我们要干嘛？我们一人睡一张。好害羞哦，好自开心。一人睡一张。大概走2分钟就可以走到德岛站附近，然后旁边都有一些烧肉店、居酒屋啊，还有一些 shopping mall。其实晚上我们都可以在附近逛逛。晚餐我们来到这间是吃鸡肉的阿波尾鸡，有点像台湾土鸡啊，它是那种战斗鸡，鸡肉的肉质是弹牙的。德岛产的柚子啤酒是吗？对，我来喝喝看。是酒哎？什么意思？它是酒，它的柚子是香气，不是甜味。啤酒本人没错，但是它多了一个柚子香气，对，是符合我胃口的。红薯地瓜薯条，它的地瓜蛮甜的。这个地瓜其实也是德岛有名的，它是金石玉地瓜，德岛特产。哦，生鱼片你看超厚，我有点太大了，没办法说比例很大。好好吃哦！它生鱼片是有咬感的，然后它不会很软烂，可是它奶香。反正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好吃的生鱼片，很特别。鸡肉丸吃起来脆脆的，软中反而带一个脆脆的感觉，然后它是软骨，你不会觉得说，它怎么不能咬到骨？它是故意的。阿波尾鸡上菜啦！你看这样子，不滋油油亮亮的肉呢，是来自于母鸡的肉。他刚好问说你要幼鸡还是母鸡啊？我妈妈还小孩，好残忍。我建议大家来直接点小孩就好了，因为妈妈的肉它真的比较有嚼劲。有些人很喜欢啃鸡肉，还有啃猪肉，像我们牙口比较不好。我自己是觉得点小孩的肉吃起来会比较顺，这真的是战斗鸡的肉质啊，比台湾的那种放山鸡还要有嚼劲哦。大部分的商店在9点以前就会全部关了，然后我们刚刚看到有一间松本清开到8点，我们现在把握最后的20分钟来逛一下。好逛吗？10分钟的松本清？我还没开始逛啊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买这个，然后跟我说我还没开始逛啊。今天差不多了，明天早上我们8点起来吃早餐，9点出发。大家晚安。记得来了，要躲在头顶里面，要这样保护自己。对，谢谢你教导大家。